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Mina， 一名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首先呢，我要感谢最近关注和私信我的小伙伴，大家的支持和建议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最近呢，有小伙伴向我咨询在美国对于首次购房者的优惠政策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今天呢，在这里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我要做一期 Q&A 的形式来给大家聊一下，在美国初次购房者在政策上都有什么优惠和选择。好，我们第一个问题，怎样才算是初次购买者呢？如果在过去3年内并没有在加州购买过房子的购房者，都可以称作为首次购买者。第二个问题，常见的优惠政策类型都有哪些呢？首先有低首付、低利率、奖励补助、节能装修入房贷，还有 tax credit， 也就是税务上的返点等等。第三个问题，常见的美国贷款政府扶持政策有几种？答案是8种。第四个问题，那具体有哪8种呢？首先呢，我们第一种就是靠 FHA 加州房贷委员会助贷，第二个呢就是 FHA， 也就是联邦住房管理局联邦助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 VA 退伍军人购房助贷，第四种呢就是 Good Neighbor Next Door， 也就是好邻居房贷扶持，这种呢一般适用于教师和消防员等。第五种呢就是 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c， 也就是房地美和房利美助贷。第六种呢是 New Energy Efficient Mortgage， 也就是新能源房屋助贷。那第7种呢就是 Local Government First Time Home Buyer Grant Program， 也就是本地政府的助贷计划。第8种呢就是 USDA， 也就是美国农业部首贷房扶持。好，第5个问题，下面呢我来介绍一下 CalHFA， 也就是加州房贷委员会助贷。那么这种助贷呢适合于中等收入的家庭，信用分呢要在640分以上，并且满足首购的 CalHFA 的要求。那它所能提供的优惠呢就是优惠利率、减低首付。那当然呢还会对贷款人的收入、贷款金额、债务收入比、购房金额、地点、面积等都有要求。还有呢就是申请人要上购房教育课程。好，第6个问题，我们来介绍一下 FHA， 也就是联邦住房管理局。那么这一种呢比较适合低收入的客户，适用于那些存款比较少的。那它所享有的优惠呢就是超低首付，如果信用分在500到580分呢，头款是3%；如果它的信用分是580到640呢，它的头款是10%。好，第7个问题，让我们来介绍一下 VA， 也就是退伍军人房贷助贷。那么这种贷款呢适用于退伍军人及部分的现役军人。那这种贷款呢往往对居住地有所要求，那它的优惠呢就是零首付或者是低首付，还有低利率。那么我们小区斜对面的邻居是一位退休的警长，他们家的房子就是零首付购买的哟。好，第8个问题，让我们讲一下 Good Neighbor Next Door， 也就是好邻居助贷扶持。这种助贷呢一般适用于教师、消防员、警察、急诊医护人员。它的要求呢就是买房后要住满3年。那当然它的优惠就是低首付、低利率。第9个问题，让我们来介绍一下 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c， 也就是房地美、房利美的助贷扶持。这种助贷扶持适用于高分信用者。那它的好处呢是可以降低首付、固定浮动的房贷选择，还有房贷保险费上的优惠。通常呢它的首付在3%到5%。好，第10个问题，让我们来介绍一下新能源的房贷助贷。那么这种助贷的要求呢就是要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安装太阳能或类似的新能源设施。那这一种助贷的好处就是可以把太阳能的安装还有设备的费用一并放入房贷，然后呢在月供中一同的偿还。第11个问题，让我们讲一下本地政府对于 First Time Home Buyer 的助贷计划。这种助贷呢比较有趣了，就是当地政府会对于首次购买者在当地住满时间超过一定时间，会抽签抽中获奖者给予补助金。详细的说呢，就是当地政府会对符合条件的首次购买者提供补助。那么这个补助呢包括补助金、降低利率、批准低头款等等。然后有些政府呢会进行抽签抽中获奖者，提供首次购房助贷及扶持计划。比如说最近在 Alhambra 阿汉布拉城市一个当地抽签计划中，一名抽中者以23万美元购买了一栋价值67万美元的全新房。那么这件事呢最近也在报纸上报得沸沸扬扬，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搜索阅读一下。那么第12个问题，我们来介绍一下美国农业部对于房贷的扶持计划。那么美国农业部对于首次购房的房贷扶持，他们会要求首次购房者有低收入，并且呢购买的房屋要在农业的郊区，信用分数在640分以上，就会提供低首付和贷款的优惠。那么刚才我所说的这8种美国房贷扶持的部门，我会放一个表格，大家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进行咨询哦。第14个问题，能否总结一下对于首次购房者的优惠都有什么？那么这个优惠呢，就会有首次down payment， 也就是头款的降低，还有利率上的优惠及一些政府补助金，还有2000到5000不等的 tax credit， 也就是税务上的返点。第15个问题，外国人在美国首次购买房屋可不可以享受这些优惠呢？答案是，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在美国首次购房可以享有部分的优惠政策。第16个问题，查收入的贷款和不查收入的贷款首次贷房的利率上有什么区别？那么
目前呢，在美国购房，如果是查收入的贷款，它的利率会从3.31%起；相反，不查收入形式的贷款呢，它的利率会浮动在4.175%到5.125%之间。第17个问题，首次购买房子的话，如果用不查收入的贷款方式，一般多久可以放款呢？答案是在锁定房子之后，一般是30到45天可以放款。第18个问题，我想要买房，并且是首次购买房产，我想查找优惠政策，怎么样去简单的入手呢？这个呢就需要问自己几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过去3年有没有购买过房子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过去1年的收入有多少，有没有符合 CalHFA 也就是加州房贷住房委员会的要求？那么这边呢我会放一个 CalHFA 的网站链接，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再一个问自己的问题就是我要在哪一个 county 买房，在哪一个郡县买房？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根据当地郡县的政策去进行不同的搜索和估算。第4个问题呢，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所要购买的房子房价为多少钱？那么在一些政府优惠的政策上呢，他们对于首购房的房价有一些要求，我也会放一个网站在这边，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详细情况。那么目前呢 CalHFA 它对于首次购房政府扶持计划房贷这个房子的房价 limit 为765000元以下。再一个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我是不是军人啊、医生啊、消防员啊、急诊医护啊、急诊医生啊等等。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要计划您要购买的房子是否要安装新能源太阳能呢？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要问自己您现在所居住的城市有没有抽签补助计划。那问完自己这些问题之后，您就可以去看我刚才分享的表格去一一比对，也可以去这个网站输入您的资料做一个初步的筛选。第19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教师都可以申请 Good Neighbor Next Door 这种 loan 呢？不是的，只有在公立学校的教师 K1 到 K12， 就是1年级到12年级公立学校的教师才可以，私立学校的教师是不可以的哦。第20个问题，对于退伍军人扶持房贷的那个政策，如果我家中有人是退伍军人，可以申请吗？答案是，如果您的直系亲属是退伍军人或现役军人的话，您就可以申请。第21个问题，对于政府补助时对居住的房子有什么要求呢？那我们第一个要求就是房子一定要在加州的境内，并且房子呢一定要属于 single house， 也就是单户房屋，多户房屋是不可以的哦。还有呢 mobile home 也不可以，就是移动房也不可以，必须是固定住宅。第二个要求呢就是房子一定要是自住房。第3个要求呢就是对于房价的要求，比如说在我们 LA County 洛杉矶郡县，房价呢不可以超过76.5万美元。第4个问题，对于房子的占地和院子有什么要求？那么占地呢是不可以超过5个 acre。第5个要求就是房子一定要是单 unit 的，2到4个 unit 的那种房子是不可以的。第6个呢就是要属于 regular house， 也就是正常的房屋，那种 ADU 加建房屋或者是 guest house 客房是不符合房屋要求标准的。第22个问题，对于首次购房者收入的要求是看哪一年呢？这个呢是看我们上一年的收入，也就是您购房前1年的收入，通常呢会看您的 W2， 也就是 W2 工资表格，或者是您的1099，还有您公司的财务对账单等等。第23个问题，外国人在美国首购房看的收入是看什么呢？这个呢就会看我们境外的收入证明、工作证明，还有资信证明。那么我之前呢有讲一期外国人在美国贷款相关的视频，里面呢有详细的介绍外国人在美国购房贷款相关的问题，没看过的小伙伴要赶快去看啦。第24个问题，房地美是什么？那他们的补助是州政府补助还是联邦政府补助呢？那么房地美啊是美国联邦政府扶持的一家住宅抵押贷款公司，他们呢是由政府扶持，并不是政府企业。那么 GSE 上市公司、FRE、FMCC 这些公司呢都不是政府公司，而是政府扶持的上市企业。第25个问题，刚刚说到的 tax credit 也就是税务返点都有什么呢？这个 tax credit 啊根据每个州、每个郡、每个 county 补助呢都会有所不同，并且呢每一年它的数字都会有所浮动，还有呢它会受到贷款人的收入还有买房的金额等等因素的影响。通常来说呢它对于贷款的金额还有家庭收入都是有要求的。具体举个例子来说呢，在我们 LA County 也就是洛杉矶郡县，如果一个中等收入的初次购房者买的房子价位呢需要在625764下，并且这栋房屋呢一定要用于自住的用途，并且它是 single family 单户的房屋，这样呢就可以享受5000美元的 tax credit， 也就是5000美元的税务返点。如果这个5000美元的税务返点没有用完的话，可以 roll over3年。那么对于房屋的 tax credit 还有具体的省税方式有很多，比如说2018年的联邦税法中，夫妻分别报税，这样 home mortgage interest deduction 也就是税单上的房贷利息减免，它的上限为37.5万美元。还有呢，假如您是特殊职业，包括退伍军人，还有 Good Neighbor 那一系列的好邻居那一系列的特殊职业的话，还可以申请 The HEART Act， 还有 The Hero Assistance and Relief Tax Act。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呢，我也会出一期在美国购房、买房、卖房、税务相关筹划的视频，欢迎小伙伴们及时关注哦。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就请给我点个赞、留言、转发并评论哦。我是米娜，一名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如果你有任何房产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我，我的联系方式会放在屏幕上。那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见啦，拜拜。